我那天就把那幅画贴那儿了，然后我去不远处的花店买了一束花，我就放在了这个街头涂鸦的下面。第二天我再去的时候，我已经发现这幅画的下面铺满了花，变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还有蜡烛，还有别人带来的卡片。第一幅漫画其实画的是这个温州的动车事件，然后忽然觉得，哎，怎么有那么多人关注这个事情，并且，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就是草根的意见，一直在和官方的这种统一口径的宣传做博弈。如果中国有好时代的话，那可能08年前后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那我觉得那个时候上海的话，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讲，你可以去看的东西，可以去听的东西很多。吴桥老师他是一个非常仙儿的这么一个老师，他就多年的可能也不是教授，但是他自己又非常有学养。据说他是海子的同学，他开一门课，讲的是一段中国历史，是讲《史记》里面专门讲《刺客列传》，那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切入点。那我觉得在当时20多岁能够去听到这样一些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去讲述他们眼里面的中国以及中国历史是比较幸运的。我的爷爷是被送到了这个应该是青海还是甘肃的某一个这个所谓的劳教的地方，那就是病死饿死在了这个集中营里面。包括最后我们家没有收到任何遗物，仅仅是一张这个通知书。所以我的父亲其实是在一些邻居的接济之下活下来的。他被他的高中的班主任举报到了上海的教育局，说他的家庭背景不适合去大学。展览开幕3天以前，突然接到我的家人的来电，说，他们被中国的警察带到了这个上海的警察局。白酒草你好，你好，很高兴你来接受我大声访谈哈，当然我们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对话。当然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世界知名的这个政治漫画家，不敢当，不敢当。而且其实你发的很多漫画也在我们大声的账号上也有发布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内容创作社群的一员，我也觉得能跟你这样一个对话是很亲切。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呢，我觉得这个今天的节目很重要的是，因为虽然你是一个因你的作品而很著名的漫画家，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机会真正了解你的生活或者你的人生的背景。而我其实好奇的就是一个人怎么变成一个著名的政治漫画家。明白。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沿着你的生活的轨迹，沿着你的一些人生的一些故事来聊，争取问出一些新的角度、新的故事。好，很期待。好，所以首先还是要让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就你怎么定义你自己，你大概的一个如果希望自我介绍，你希望大家怎么了解你？OK， 那其实八丢草是我的艺名，对，我大概是从2011年左右开始，在网上活跃，然后其实我觉得一直想加入到这个公共的讨论的空间里面来。那么我作为自己成长的背景也好，或者兴趣也好，我一直觉得视觉语言是强过于我这个语言类表达或者书写类表达的一个方式，所以就非常自然的我就开始根据一些社会议题，画一些漫画，去加入到这个公众舆论的平台里面来。那一开始其实就是票友，就是一个兴趣，一个爱好，就跟大家发推特啊或者发微博那个时候是一样的。只不过逐渐的、慢慢的，可能有一些人气，然后有一些观众会比较关注我的作品，那么再接下来就开始跟一些
比较好的平台还有媒体去合作，包括现在在大声发布一些漫画，那慢慢的就上了这个贼船，也就比较难下船了啊。但是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这个漫画家的身份或者艺术家的身份已经成为我自我认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也就非常自然的就一直做下来。嗯，其实你跳了不少点，我要追一下哈。你说你是2001年就开始，还是2010年？sorry，应该是2011年，没有那么早。对，哦，是，因为我在快速的算你的年龄，我看了一下你的简历，其实你是09年你是华东政法毕业的，所以你根对，本不是学艺术的，你是学法律的。我不是，这个其实也有，我本来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对这个画画或者艺术有很浓厚的兴趣，那这个可能跟我家庭的历史也有一些关系，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历史的包袱，所以让我的家庭觉得学艺术是一个危险的事情。那么他们可能觉得你应该更多的从生存方面，或者说从安全角度去考虑，那么从事一个跟文化和艺术不那么相关的职业或者专业，会更符合我家庭的期待，所以我最后就是考入了这个华东政法。当然，我其实学的专业呢，还是跟艺术有一些沾边的关系呢，主要是这个比如说知识产权和文化管理相关的一些内容。也就是说，我并不直接产生内容，我只是去 manage 其他人的 content。那这样的好像隔了一道，就在我的家庭看来会觉得安全一点。当然，我觉得其实学艺术本身的话，并不一定是这个科班出身，反而你去学一些其他的东西，对于从事艺术有更好的帮助。那特别是像我现在做政治艺术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反而是在华东政法学习的一些知识也好，或者跟其他的同学以及老师的交流也好，对现在反而有巨大的帮助。嗯。你说你来自一个你私下里也跟我聊过，就是你来自一个其实很不凡的家庭，就是家庭背景非常好，你祖辈那一代，爷爷那一代，就是其实中国很有名的这个艺术家，但是你现在能讲多少？因为我们接下来会聊这个话题，就其实这么多年你在国内的家人一直也是你的。软肋是吧？对，所以但是我还是好奇，因为我好奇嘛，就是你怎么，你为什么要做政治表达？你怎么走上漫画家这条路的？所以给我讲一讲，就是你的家庭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东西？除了艺术的营养，还有其实要这么说，你是个很好的家庭，你怎么就会反而对政治表达，甚至政治反抗这件事情有兴趣？就什么点触发了你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common 的 experience，就是如果你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或者艺术家家庭，或者在所谓的旧社会比较出类拔萃的家庭，那么来到了共产主义的红色天空之下，往往你也就是第一批被收割的韭菜，或者成为牺牲品。那其实我的祖辈，就是我的爷爷，还有我爷爷的兄弟，他们都是中国非常早的从事这个舞台艺术，还有电影艺术的工作人员。那么当时他们也非常的成功，可以说，可以说是中国这个先锋的电影人，以及因为他们当时在上海嘛，我的老家其实在天津。后来辗转去到了北京，然后我的爷爷和他的兄弟最后落户在上海，也是因为这个电影行业的发展，以及上海的这个文化和这个文学圈子。那么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共产党执政之前，他们的生活非常辉煌。那么当时捧得多高，那在共产党执政之后，他们就会摔得多重。其实我的爷爷他在这个共产党执政之前是有机会去香港，就像一大批其他的艺术家，就像那个龙应台在那个大江大海里面描述的，有许多知识分子其实面临选择是留还是去。
那当时其实我的爷爷和他的兄弟，可能因为太成功了，they get too cocky，太自信了，觉得 OK 我们是腕儿，那么可能换了一个政权，换了一圈皇帝，我们仍然可以维持原来的生活，所以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政治判断也好是比较幼稚的，在那个时候，或者说也是过于的自信。那在之后的这个经历的各种政治的斗争下，也是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那基本上就是在反右的时期以及之前，我的爷爷和他的这个叔爷爷了，那我的他的兄弟就都遭受到了迫害。那我的爷爷是被送到了这个应该是青海还是甘肃的某一个这个所谓的劳教的地方，那就是病死饿死在了这个集中营里面。包括最后我们家没有收到任何遗物，仅仅是一张这个通知书。我觉得可能比较出名的是这个之后的5分钱的子弹费的这个关于林昭的那个故事。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这种通知是非常普遍的存在。那么我们家我的奶奶就接收到一纸通知说 OK 这个人死了。然后也没有说有任何的遗物，也没有说你可以去到那个集中营去给他收拾任何的东西，那这个人就消失了。对。那是哪年？具体的年份应该就是在57年的前后吧。对。所以你根本就其实没有见过你爷爷。没有，因为我的父亲其实后来也变成了一个孤儿。就是在爷爷去世之后，奶奶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病逝了。你可以想象当时家庭的困难的程度。所以我父亲也就变成了一个孤儿，大概也就是在他5岁6岁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叔爷爷呢，也是遭受了可以说是同行的这个批判和迫害，那最后是自尽而亡跳了黄浦江。哎呀，所以就是这些故事是从你爸爸那儿知道的，对，和你叔爷爷或者这些孩子们这儿知道的。对，因为我父亲当时也很小嘛，所以他等于对他来讲，这些历史也是最后从其他的亲戚口中慢慢的才得知的，然后他自己可能也会去做一些考证和研究，那就是在比较开放的时候去做的这件事情。那你爸爸成了孤儿，他怎么长大的？怎么后来 survive？怎么活下来？这个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谓的狗崽子嘛，包括我父亲，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非常上进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大学的，但是他的经历就是他被他的高中的班主任举报到了上海的教育局，说他的家庭背景不适合去大学所以最后他的命运也因为我的祖辈的这个所谓的黑五类遭遇而被扼杀了。对。那我觉得任何社会即使在最极端的时候，其实也有个例会给予帮助，不去管那些政治上的东西。所以我的父亲其实是在一些邻居的接济之下活下来的。那当然，那个岁月是非常艰难的我一直记得我的父亲就说，因为他们过去生活其实很好，可能是住在一个上海徐汇区的一个某个别墅里面，家里面有优能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记得搬出去，从他的那个原来比较富足的家里面搬出去的那个夜晚，可能奶奶也没有跟他讲得很明白，就说我们明天要搬家了。但是我父亲跟我说，他有一个haunt，他有一个这个冥冥当中的预见，他说我永远也回不到这张床上了。而且我父亲不太喜欢猫，为什么呢？现在猫很流行，大家都是猫奴，对吧？铲屎官。在他的家庭，就我的家庭好的时候呢，在这个别墅里面，他们
也养过一只大白猫，后来就是落败之后搬出来之后，那个猫呢就提前走了。他可能也感知到这个家庭里面没有办法去继续支持一个有宠物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我的父亲对于猫有一种别样的不能说是厌恶吧，可能就是觉得心里面有一根刺，因为这个猫抛弃了他们的这个家庭。那当然，他作为一个5、6岁的孩子，要面对这一些许多许多的这种困苦我可以理解。当然这个都是碎片式的记忆，从他来讲，但我印象一直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他知道第二天他再也回不到这张大的床上了。哎呦，就是一个 gut feeling，就一个 hunch，是吧？你有一个对，就一个直觉，就说不清楚为什么。是，其实说起来，我在读那个《繁花》那本小说的时候，当中也其实可能现在更多人知道是那部王家卫的电视剧了。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其实没有把《繁花》的最重要的那个在文革里面讲述上海有一些上海话叫 listen， 就是有一些家庭背景的这种真正曾经是繁花家庭的破落给拍进去。但是我读那个小说有一些章节的时候，我觉得印象还是蛮深刻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等于你爸爸就虽然是爷爷是很好的家庭，等于你爸爸得到的就没有任何的优待，就是全是阴影。对。那他给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给你的信息是什么呢？他希望你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也非常矛盾，一方面他觉得曾经的家庭的辉煌，过去的不管是那些大房子，还是花里胡哨的电影那些记忆都是非常给他来说是一个慰藉，但同时又是一种恐怖，因为对他来讲，这个是他的家庭被毁灭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因为当时其实像我的爷爷和他的兄弟，他们被罗织的罪名就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品不合格，是毒草。对，所以对他来讲，他会对艺术创造或者文化类的这种实践是一个巨大的恐惧的。所以这个东西投射到我身上，就是当我在小时候展现出对于艺术的一些兴趣或者说是有一些天赋之后呢，他们并不鼓励我，像我的父亲并不会去鼓励我从事艺术的工作。那包括我之后的这个大学的这个专业的选择也好，他们都会尽量的希望我不要去往那边靠。那照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哎呀，你还不如去做一个厨师或者做一个理发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可能跟政治关系没有那么大，而且你永远不会丢掉饭碗。照他的话来说，人永远会肚子饿，然后人的头发永远会长，所以做厨师和理发师是一个铁饭碗。当然这个是一个玩笑话了，但是可能在他的心里，他宁愿我做一个不要去做出头鸟，或者不要去做在他心里面觉得危险的事情。他自己做这个文艺或者艺术这方面的工作了吗？完全没有，因为他失去了这个高等教育的机会嘛。最后他那一代人其实也经历上山下乡，整个教育的环境也非常差，加上这个我家庭的问题，所以他最后他是被分配到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在当时看来就是适合这种狗崽子了。他是去做远洋轮，就是那种货轮停靠在上海之后，有许多垃圾需要去处理嘛，他就是这样一个垃圾处理员的工作。对。那你妈妈呢？妈妈是我妈妈她的家庭里面其实也受到了文革时候许多的冲击，因为我妈妈的家庭，原来是做文房四宝的生意那虽然不是直接的这个文人，对，文化商人吧，那你可以想象，他在这个文革当中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那我妈妈其实也做过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工作有类似于会计的好像也进过汽车修理厂，但是可能也是做一些文职的工作。然后
在这个下岗潮当中，其实也是失去了工作。那最后我的记忆里面，我妈妈一直是要四处去，做不一样的零工去支持这个家庭。对，所以你属于80后，对不对？对，我是80后。啊，然后就是一个其实是书香门第，就是文化家庭，这边是文化商人，那边是文艺世家，那就是家里头的这种让你感觉跟当时的社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其实我会问每一个中国人的一个问题，不管我的同龄人还是更往前的，还是后面的年轻人，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发现你周遭的你看到的东西？或者书上的东西，或者媒体里的东西，和你实际上想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了。就是这个所谓的政治的开蒙嘛，政治的启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还是说你听父亲的讲述的时候，你已经觉得不对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其实我父亲也爱念叨原来的事情，或者到后来发现的什么一些新的线索，关于我的祖辈的新的线索。那我觉得可以说幸运，也可以说不幸的。那不幸在于，好像我这一代人也要背负上一代再上一代人的这种悲剧。那幸运就在于，可能我对于去学校或者出社会之后的这种国家主义的这种宣传，有更好的意免系统给我从小打造好了。那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是经历了什么东西，那么在学校里面的这种所谓的正能量教育，就不会那么深入的去给我进行一个控制或者洗脑。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学校里的所谓我们那思想品德，或者你们那个80后那些时候读的也还是对吧？还是思想品德课很多，有非常多。比如说音乐课，你可能都是唱红歌，或者专门的思想品德课讲共产党怎么好。你就从来没信过，就从来没被真正。你想，如果是一个小学生的话，你一周有5天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你是不可能不信的。对。但是当我把这个观念带回到家里面，它会有一个观念上的冲突，那我就会去促进你自己去想为什么这个不一样。当然，我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完全对于我父亲说的笃信，那起码那个东西完成的是对于我在学校或者在其他社会上接触到的这种宣传，它会有一个膈应。那这个膈应随着我长大去了解更多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大。那最后这个膈应就变成了一个决裂，就让我完全不会去相信那些东西。这个膈应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国庆，比如说5·1、11，这些的宣传，大家都兴高采烈的都在庆祝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的膈应表现为什么？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在学校里面的宣传很大一块是通过荣誉感来实现的。那这个荣誉感就是所谓的，你可以先戴绿领巾，先戴红领巾，先入团。在那个学校的语境里面，只有是好的学生或者说是积极的学生，可以去实现这个殊荣。但是这种殊荣，从我家的角度来讲，从来都不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回家，我说爸爸，我这个是什么可以提早入团或者怎么样？那我的父亲可能就会那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可能你读书是更重要的，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上面。那慢慢的，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矛盾，或者说是膈应体现的地方，就是对于荣誉感的或者对于价值观的这种评断，或者对于这种标准是不一样的。明白。你妈妈也是这样的吧？就是价值观很清楚的。可我妈妈更像是比较传统的这种家庭女性，她可能对于政治方面的诉求也好，会更弱一些。明白。所以其实还是家庭的价值观影响，就是它会让你知道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没那么重要。对。这个挺有共性的。就我几个80后的朋友，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最后都发现，就是跟现在的小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70后、80后这个阶段的人，好像很多都是因为家庭
第一时间给了他，就是还能保护到他，让他不受学校那套洗脑和荣誉感教育。但现在好像就变成你堵不住了，现在好像就你那时候你不积极入团入党的也没什么大损失，是吧？反正就我觉得不应该说是一种直接的对抗性，其实并不是说我家里一定反对，但是因为这种历史上的政治的恐惧，让他们对政治有一种冷感。然后这个冷感跟学校里面这种的政治的热火朝天的氛围，这种荣誉感是非常不一样。对，你的这个怎么从小表达出来的艺术天赋，哪些点上能显现出来？哎，你这个艺术天赋，因为现在好多人说起你来也说芭蕉草就是有才华，你这个才华很大程度上是嗨，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比较难讲，可能天赋不是很好的表达，可能就是觉得我觉得孩子成长过程是这样子的，他会对于他做的好的事情有很强的积极性，因为他会因为他做出一些成绩受到更多的鼓励，然后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永动机一样，滚雪球一样。那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有这种体验啊。当然，比如说学生时代你会有所谓的宣传干事，就是画黑板报啊，然后那些事儿啊。所以小时候我基本上就会去做那些事儿，但是因为我的家庭并不支持我去系统的学习美术嘛，所以比如说到初中的时候，会有特别一些学生去做美术的特长生的，包括高中的时候也是，那基本上这个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那所以慢慢的就是这个兴趣也就被放在一边了啊。你的兴趣是指就是画画，就是画画，对，就是画画。然后，后来我也做一些摄影啊什么的，对，都特别感兴趣。画哪种类型的呢？是什么那种？漫画啊，如果对，就是你当然就是模仿那种日本的这种 manga 的或者动画片的那种形式了，因为我没有去做专门的系统训练嘛，所以可能不会接触到什么石膏啊、色彩啊。那从兴趣来讲的话，那就是对于动漫的兴趣。然后我觉得画画从特别小的时候嘛，往往就是模仿现实或者模仿已经存在的东西，但是你把它画出来之后呢，你对这个概念就有一种实体的拥有感。哎，我可以把它画出来啊！这个跟你拿到的一个硬制品，或者跟你买的一个玩具和粘纸的感受是不一样。对，就是记录的这种能力，让你有很充实的拥有感。明白，而且那个在自己记录和艺术创作的状态里面，可能你也就不太在意别人在干什么，其实就有一个比较自我的一个独立的自我表达世界，是不是？对，我们现在心理学说工作有一种状态叫心流 flow，那我觉得其实你在这种中国的这种中小学阶段枯燥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一直是逼迫自己去干一个事情的，你很少能够体验到真的 flow， 就是全身心的进入一个状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你也忘记饥渴，甚至忘记上厕所，然后1个小时2个小时过去了，你在那个过程当中，身心是有巨大的愉悦感的。那我觉得可能从事一些画画或者那样的活动，会很容易让你进入这个心流的过程当中。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蛮addictive 的，是会上瘾的。对，所以你就大学毕业以后，就是直接就去澳洲留学了吗？还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要往外走？然后你那个时候的人生设计是什么？你从什么时候觉得要做漫画家了？其实做漫画家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但是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触动，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就是我知道毕业我能干什么，我不能干什么。我知道，比如说我就可能会固定在一个工作里面做一个办公室的职位，或者是甚至是一个公家系统的职位，然后我会为一套上海的房子奔忙我的一辈子然后就是这种非常固定的生活的模式，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忍受这样子的人生。那时候你会决定你不会做这些东西。
对，我就不愿意去做这些东西，并且我觉得最可能可悲的事情就是，华东政法会也会接收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那跟其他学生比较，我觉得其实我是非常这个 privilege 在上海有巨大的特权，比如说我考进这个学校花的努力跟我的外地的同学跑过来考到华东政法的努力是不成正比的，然后即便是我已经在那么优越的生存环境之下，我仍然看不到我能够有选择在我的未来。我觉得我的未来是非常固定的，一个模块化的东西。那我觉得只有出国才能打破这个现状，才能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那当时。你说画画也好啊，那个都是非常久远的事情，因为我很久没有，正式的这种训练了。其实我离那个 trajectory 离那个这个轨道是非常遥远的。当然，我就直觉里面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如果要大的改变的话，必须打破这个轨迹。那么出国是最好的选择。其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的父亲曾经在90年代，就是应该是64以后了，其实有一个出国的风潮，他当时也有过这个机会，但是因为囊中羞涩，家里面缺一点钱，他没有去成，所以对他来讲，他也愿意我作为他的下一代去实现他曾经没有实现的梦想和愿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自己的选择和我家庭的这种期望是合拍的。那当然，出国的目的很明确，当时没有想很多，说，哎，我出国就要做个艺术家或者怎么样，就出国纯粹就是为了出国，就是为了拿一张绿卡。那作为我父母来讲，他们觉得西方的生活会轻松一点，然后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政治的事情。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 I can reinvent myself， 我就可以重生了，我可以做我任何想做的事情至少在拿到绿卡之后。你在其他的访谈，像李老师那个访谈，你们聊到艺术家的时候，你讲过，就是你那个时候在华东政法也受过，一些不错的老师，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启蒙，比如说张雪忠，对，都是很好的朋友了。我们没见过，但是 OK 神交已久，有的时候他在朋友圈里要找一些书什么的。对，所以你再讲一下那个时候的那个气氛，整个社会的气氛。因为我其实在想，就算是现在看来，我们接下来会讲，就你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的跨国镇压或者说跨国骚扰，但是好歹那个时候80后的你，上海人，读了法律，最后会选择出国，然后你会很自由的或者很自然的会想到我要去一个更能够 reinvent myself 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的那个社会氛围和思考的氛围，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看你现在已经属于中坚力量的艺术家们 ，established artist。那么后一代 ，sort of， yeah， 就是，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艺术启蒙，就是或者现在年轻人的他们的这个表达的启蒙。最近都在聊的这个事情，比如上海的这个就白纸啊也好，还有这个万圣节也好，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些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做一些艺术的，也不一定艺术，就可能就表达性的反抗吧。对，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上海，这是我好奇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想什么样的环境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人嘛，还是说人其实是有一些宿命的。我其实问这个问题是这个原因，所以就回来讲你那个时候，你的20岁左右的你，20出头的你的那个当时的那个状态吧。对，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好时代的尾巴吧。我们说，如果中国有好时代的话，那可能08年前后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那我觉得那个时候上海的话，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讲，你可以去看的东西，可以去听的东西很多，有许多冒出来的公共知识的讲座啊，有许多有意思的艺术展览啊，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像现在一样那么稀缺或者面临巨大的审查，当然，其实作为大学生活来讲，我们那个时候是关在这个所谓的松江大学城嘛，是在一个离上海市区非常遥远的地方，然后那边有好几个大学就串联在一块儿。
所以主要还是以校园生活为主了，也住在这个校园里面。但是我觉得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可能学院里面的几个思想比较开放的老师。像当时我是在人文学院，然后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其实是教历史的老师，教法律史啊，他叫杨诗群。他其实也是来自于一个这个历史学家的家庭。那他的课就非常有意思了。他是一个非常鲜明的批评者，当然可能这个批评虽然仅限于校园里面，可能相对安全一点，但是他敢言的程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像这样老师的课，他是非常火爆的啊，有许多人会去填报他的选修课啊什么的。然后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老师，像张雪忠。虽然我其实没有听过张雪忠正式的课，但是我知道他在公共空间的发言啊，就觉得哎，我们学校能有一个这样的老师，非常了不起。那当然，人文学院里面也有一些教比如说中国文学史的呀，中国历史的其他的老师。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老师叫吴桥。他虽然不是一个可能在政治上非常直白的反对者，但是他像一个怎么讲侠客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学术的圈子里面，许多人都是非常，你说好听叫精进，说的难听的就是一门心思要往上爬，搞这种学术的业绩的。那吴桥老师他是一个非常仙儿的这么一个老师，他就多年的可能也不是教授，但是他自己又非常有学养，据说他是海子的同学。所以对，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开一门课，讲的是一段中国历史，是讲《史记》里面专门讲《刺客列传》。那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切入点。那我觉得在当时20多岁能够去听到这样一些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去讲述他们眼里面的中国以及中国历史，是比较幸运的。那其实在大学阶段对我还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在辩论队的这个多年的耕耘。对，我当时是，对，我其实是从小看那个叫什么大专辩论会嘛，那个时候蒋昌建什么的，非常非常着迷。所以我大学也是对于辩论也非常着迷，就加入了辩论队，最后成为了我们学院的领队，然后去打一些辩论的比赛。那个感觉其实是很好的。我觉得可能对于我的语言的表达以及一些阅读的涉猎，或者对于哲学的一些兴趣、逻辑的兴趣也有巨大的帮助。你说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和你自己为了去打辩论去了解一个议题学到的东西它又不一样，然后学习一个东西跟表达一个东西又不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表达才是你真正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而不是认知本身。你的世界是被框在你所能表达的范围之内的。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其实你所能够阅读到的东西，它并不一定是真正所拥有的东西，但恰恰是你所能表达的东西，你所能去 argue 的，所能去争辩的东西，才是真正构建你世界的这样一种形式吧。那我觉得反映到现在，可能我并不在一个这个辩论场上跟别人唇枪舌剑，但是换一种语言等于是用艺术去表达，去重新构建我的世界。明白。所以那个时候，然后你就到了澳洲。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说你家里多有钱什么的，但就是父母还愿意支持你的梦想，所以你到了澳洲。那就是所有的钱嘛。因为对，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比较一般的上海的家庭来说，为子女20多岁长大之后，可能父母所想要准备的就是我们要为你凑一个首付，房子首付嘛。那当然我的选择就是拿这一笔家里面存了好久的钱去做这个人生的赌博，那就是出国。当然出国也不是一个 guarantee， 那有可能我留不下来，那将来就是要回国的话，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当时走的也是有点破釜沉舟的感觉，就一定得成，一定得留下来。所以你从走的时候就想到要拿绿卡，一定要对，就是奔着这个去的，就是目的很明确。对，很明确。
很明确，所以以至于我当时到澳洲之后选专业嘛，就完全是以这个移民的标准去选择的。那作为我的兴趣来讲，澳洲移民专业非常有局限性。那我又是学这个文科出身的，那就更窄小了。如果是工程类或者电子类的，可能更好一点。那文科类的，无非就是会计和教育这两块。那我简直我可能要疯掉了，如果我去做一个会计的话，所以我就选择了在澳大利亚读一个教育的这样一个硕士的学位，然后最后做了大概2年的这个小学还有幼儿园的老师。哦，你还在澳洲做过老师呢，小学对老师对啊。你这但我觉得其实现在想想也蛮有收获的。我觉得教育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去了解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的文化。那你去学教育，然后跟我自己在中国的教育的经历相比的话，那其实会获得很多很多新的观点和知识。你的英文属于在就是成年出国以后的这种尤其这种海外的中国艺术家里面算非常好的了。因为你其实可能英文还行，或者英文接受采访更多，你是怎么练的英文？当时怎么想的？或者基础就本来就好？还可以去当小学老师。我觉得还是这个小学老师逼出来的嘛，因为当时如果读教育的话，你可能雅思就要到7分，然后又必须用英语教学嘛，你的英语总得比那些孩子好吧，或者能跟他们正常的交流，所以这个是逼出来的。但是其实我的英语一直是受到我父亲的帮助因为我父亲也是一直想出国嘛，所以他那个时候不是想要进大学嘛，他就想选英语的专业，所以他英语一直在自学。我可能小学时候他就会，我父亲那个时候抽烟但是他会买那种一条的烟的盒子拆开。我的童年噩梦就是他拆开的烟盒子，为什么呢？因为背面他就写满了单词，可能每天我从幼儿园回来我就得背那些单词。对，这个是带着你背是吗？是，他就觉得我不行了，我得准备你嘛，你得好好学英语对。那你肯定的是从小背，所以你的英语就是。但也是，你可以想象我父亲那一代人，他就是哑巴英语嘛，他跟实际的生活还是会很不一样。但是我说逼出来，就是出国之后，我觉得现在留学生看嘛，如果有人去选那种中国人特别扎堆的专业，比如说会计或者 IT 类的，你的班上可能有90%是中国学生，那你不会用英语去交流了，甚至有的时候老师都是中国人，那这就完蛋，你就在一个 bubble 里面，即便出国也没有办法去锻炼你的英语。那当时我选教育本来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冷门专业，因为它本来那个英语的起点就比较高，我的一个班上可能只有3个中国人，然后1个台湾人。所以用中文的机会非常少，那就逼得你用英语去跟别人沟通。然后因为我读的是一个master degree 嘛，然后那个还不太一样，就是我都是幼儿教育 early childhood， 他来读 master degree 的学生其实都不是年轻人，都是比如说已经是一个幼儿园的园长，他也要来进修一下。对，就那个整个的教育的结构可能跟其他专业的这种学习的经历非常不一样，所以当你被置于一个不一样的环境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去pick up your language， 就不得不去运用嘛。然后还是这句话，我觉得运用才是真正得到知识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好像很快就转变了思维方式，就是不管你看你这个很自然的用英文说，还有其实长期的这种公共的表达 Twitter 什么的，因为我是比较在意人的思维方式的人，我能大概看出来你在用什么语言思维，所以你好像已经很自然在用英文思维了。就是这个从在中国读了大学，然后再出去以后，这个转变思维过程，还有一个点就是转变思维过程中重新去想一些最基本的概念的问题，这些国家啊、中国人啊，什么甚至荣誉感啊。因为你的作品里面好像对领导人的批评和对就是你烦的东西的批评是毫无恐惧感的，
所以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就是转变思维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你提到一个这个厘清概念的问题很重要。当然，我并不觉得这个对于概念本身的这种强调或者咬文嚼字是到澳大利亚之后才实现的。我会更多的说，这个是在大学里打辩论的时候去养成的这样一种习惯，因为你为了去说服对方，必须建立一个可以交流的平台。这个交流平台很大意义上是我们对一个概念有一个公共的认识。所以概念本身非常重要。就是当我们在讨论一个词的时候，如果你对它的理解跟我对它的理解不一样，那么就是鸡同鸭讲的情况。然后至于英语的思维的方面，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从语言本身角度来讲，中文有许多的，特别是政治上的语汇，它是被高度的polluted 污染的就是你就是同样就是它的概念非常混乱。比如我们说，就拿革命这个词吧，革命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是非常红色的，有很多的意识形态的这个焦虑在里面。但是英语的话，它可能就比较 neutral， 比较中立，它就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意思。那么当我用英语说革命的时候 ，revolution 和中文用革命的时候，我所要表达的含义就不太一样。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中国人跟人之间也可能普通跟普通人之间是比较避讳去谈政治问题的。如果谈的话，会用许多这种调侃啊或者戏谑的词汇，而不是用正常的这个方式去谈。那英语里面也没有这种语言的习惯，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用英语表达政治的观点会更轻松一点。然后用的多的时候，反而我会觉得在中文这一块表达上会有一些拗口的地方，或者我不知道去怎么说。包括其实今天我们要用这个中文做访谈，我也有点担心我的这个中文表达是不是能把事情说清楚。没问题，其实还是可以的。就是你在英文训练了以后，然后中文是你的母语嘛，其实这就我说还是思维方式，它其实还不是语言的问题，是思维方式。如果你的概念很清楚，比如说当我们说国家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指的就是国家，它不是我的邻居，它不是这个意思，它不会像一般中国人会把中国就是中国不是一般中国人，就一般的这个政治教化的这种思维方式，他把国家人上海，我爱的上海，我爱的上海人，全掺和在一块儿说。所以这个他其实还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是，对。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你家庭本身很清楚，而且就是你这个在大学辩论里面就早就对这些概念这些东西就很清楚，所以反而就是在澳洲转换这种思维方式啊什么的没有什么，就是或者你当然在澳洲有什么难的，觉得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对，有一些什么特别压抑的东西想出来的，还是怎么着？我好奇的是这个，就你在哪些点上出那个 click。我觉得澳洲是开阔眼界的问题，就是你可能对一些知识、对一些历史，在中国幸运的话会接触到一些对的人，给你提一点，但是没有系统性的去认知它。但是国外的话，它因为没有审查嘛，所以这天地是放开的。你只要有兴趣的地方，你自己可以去挖掘。包括现在，因为我出的是 YouTube， 已经非常成熟了，有许多的知识的内容，包括当然跟现在是不一样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这个观点的这个爆炸。但原来可能观点输出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有许多实质性的有趣的内容，包括像一些纪录片，可能在国内非常难看到的，但是在国外就知道。其实有一个非常巧，也是说可以说是一个巧合的点，就是我当时在澳大利亚，是跟别人合租嘛，然后我待的那个房子里面，有一哥们儿，他是已经出国非常多年了，其实我是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我原来不知道的东西，比如说 Twitter，他说有许多中国人在上面，我原来就不知道，那个时候出了杨家的事儿，然后老艾做了一个这个纪录片叫一个孤僻的人，
然后那哥们就说：“哎，你看那纪录片啊？”我说：“什么纪录片？”他说：“你这事情不知道，你还是上海人。”我说：“啊，那我要看一下。”对，其实也是，我觉得很多很多事情得益于你遇到一些有趣的朋友，然后他又为你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对，你就提到老艾了，你后来其实是到柏林去给老艾工作过的是吧？对，还是跟他合作过的。是，我就是加入他的这个艺术工作室，大概干了1年的时间。所以你这就可以到你这个正业了。就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要干漫画了，还是想的要以这个漫画为置业了，还是第一幅漫画是什么时候画的？第一幅漫画其实画的是这个温州的动车事件。我觉得当时其实对11年的时候嘛，这个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其实我是被整个微博的这种公众舆论的沸腾所感染的。我那时候应该是课业可能比较松，还是在放假的时候，那就是比平时可能也就是刷微博，然后忽然觉得，哎，怎么有那么多人关注这个事情，并且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就是草根的意见。一直在和官方的这种统一口径的宣传做博弈，你可以看见一轮一轮，就是我记得最一开始它的 footage， 它那个影像资料还是你想11年就有人飞那无人机拍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去拍的，然后展现了后来这个车头被埋下去了，然后又对这个记者发布会上说的，反正你信不信我是信了的这种，山呼海啸式的反叛以及嘲讽，那对我的影响就非常大。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见识过中国公众有这一面，起码在这个网络空间上面，我非常受感召，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一定要be a part of it， 我一定要加入它，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画了这个第一幅漫画，并且非常可惜，我现在找不到那幅漫画了。但我记得，我画的就是2列动车撞在一块儿，然后，没有爆炸，但是放射出了烟花。因为那个时候我，怎么讲？中国对于灾害的处理一直是，用英雄事迹去掩盖它的背后的惨况，或者去逃避他的责任嘛。所以我觉得当时当然想法也比较幼稚了。我觉得烟花就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一个庆祝的东西，它是不应该在这个惨祸当中发生的。但是中国的官方又去用这种语言去掩盖真实的事件，把丧事当喜事办那种。对，就这个意思。然后就是我现在就可以有一些探讨了，比如说就是你怎么看政治漫画这件事儿，还是说你只是随便瞎画，后来就变成了我就要画政治漫画，还是说你想政治表达，但只不过是你就会画画来表达你自己呢？就是你那个时候在意的是画画还是表达，还是 be part of the public movements？我觉得是表达优先。那个时候就是想加入到公众的讨论，然后我觉得我可能画画的话，是我的兴趣所在，然后我可能会比我打140字来的更强一些，所以就后来就会去关注其他的社会热点，包括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什么郭美美啊、红十字会啊那种事件，就微博有一个一个热点接着一个热点，这样去发展，那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当然我还有自己的学业，我得忙，但是我抽空我也希望去看，然后加入到公众的讨论当中。但是，我觉得从私人的角度来讲，其实你在加入到公众讨论，被别人认可、被别人转发、被别人评论当中，也会产生巨大的满足感。我觉得是一个生活意义的体现。让你觉得你的存在不是无足轻重的，然后也让你觉得你不是一个孤独的。其实做留学生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体验了尽管对，可能我的英语还不错，但是你要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结交真正的朋友，那个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的过程。所以可能这份留学生期间的孤独感，也让我在这个微博的大讨论的环境当中得以慰藉吧。那么这个东西就一来二去就收拾不住了，就觉得我想一直参与。那然后有更多的粉丝，有更多的讨论，认识其他的微博的
上面的漫画家，对我所以你那时候还能在微博上发画呢，是吗？有当时多少粉丝啊？最多的时候？没超过3000，就是我记得就后来审查就跟进了嘛，一开始审查还比较可能觉得没那么重视，或者他技术也跟不上，最后就是我记得我应该有37个账号。对，因为其实当时党是吗？什么对转世党，微博转世党，转世党。当时就是其实微博上有许多活跃漫画家，像那个时候矿标，那就是老牌漫画家像大师兄，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非常活跃。那我其实也作为当中的一份子，我们甚至之间会有联络，然后我们还有群讨论。我们还会开一些所谓的 editorial meeting， 就是编辑会议，决定话题。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新闻说什么宣传的时候8:20发，因为是黄金时间嘛。后来我们也学那个，我们说我们选题，然后各自画，然后大家都8:20去发自己的漫画，然后让我们关注的这个议题去成为微博讨论的一个热点的可能。所以当时是除了说单打独斗之外，是有许多横向的链接发生的。这个横向的链接可能这种组织感是中国政府所最害怕的。那么当他们发现有这种苗头的时候，我想微博离封禁也就不远了。所以我是完全感受到微博这个审查的逐步升级的过程的。我记得一开始是它会隐藏你发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然后你的东西会被删掉，然后你的账号会被删掉，然后就开始有转世党你自己去注册一个账号，那么1世2世这样下去，直到审查系统可能会根据你的 IP 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去知道你的这个账号跟你其他备用的账号都是相关联的，于是一夜之间他有办法把你所有的所谓的 backup 备用账号通通删掉。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平台就失去意义了，然后可能许多人也就放弃了，不再从事创作了，或者把他们的创作压缩到一个非常狭小的题材的选择上面。因为作为我来讲，因为我在海外嘛，然后我又处于当时是一个匿名的状态，我也没有露脸，我只是用八丢草这个名字，所以我会比较大胆，比如说有这个新疆的议题，有西藏的议题，或领导人我都不会去做自我审查，不去干。但是当时已经有一些漫画家，他们会选择一些可能比较觉得安全的议题，比如说城管的议题，就是说当权者的毛细血管，在大多数人看来好像还是可以批评的，是可以成为话题的。那么在这个创作之中，他们可能也会得到一些释放。还有就是对于毛，你还是可以讽刺的。但是慢慢的就连那一些都不可以存在了。然后随着大量的账号的蒸发，那这个平台就对我来讲已经失去意义了。那个时候我就从微博慢慢的更加侧重于在推特上面做一个平台。你其实点的好几个问题，就是2011年那时候还有人说微博元年嘛，所以其实也让你看到，就是这个一个是公共事件的公共关注，还有公共参与，还有你能有一个用艺术的表达来参与，至少就是进行对公共事件的评论和表述嘛。因为你画画，但到应该是14年吧。其实说白了，就还是习近平上来以后。习近平上台，对。但那时候你还是在做留学生是吧？对。那时候你感觉到你的生活会有变化了吗？那个时候我已经毕业了，应该开始工作了。对。然后你讲一讲你这个八丢草这个笔名你好，就是字典是吧？对，那个就是纯粹，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找一名字的话，我肯定不想跟自己太相关了。那，之前读艺术史有一个艺术的风潮叫达达主义，然后他们那个时候
除了视觉上，也有文学上的运动。那他们文学上写诗，就是打开一本书，随便找词汇，拼凑成一个现成的诗歌。那我基本上就借用他们的方法，我就找了一本书，然后八丢草就是我找到了这3个字嘛，所以就是很随机的组成了这个名字。那当然。我觉得这名字还挺好的，我就有一个朋友说的非常经典，他说：“哇，你这名字挺牛逼啊！”我说：“怎么牛逼？”他说：“每一个字都单独一个骂人的字啊。”天哪，没想到，我没想到。哦，所以你当时你说你在一直是匿名的状态下，所以才有不自我审查。对。你当时你从什么时候想的必须要一直要匿名吗？如果就是不是被查出来，你是想一直匿名吗？还是说什么时候你突然不得不面对这件事了？我匿名不了了。对，我其实是想，如果可以匿名的话，我会一直匿名下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方式。因为可能后来一直会有人说，哇，你是一个什么 dissident artist， 你很勇敢或者怎么样。我自我认知里面，我一直不是这样一个存在。相反，我觉得如果能够用一定的方式去保护自己的话，可以让自己想做的事情更持久，然后免于这些麻烦的话，应该是一个能够被普通人复制的公式。就包括八丢草这个名字本身嘛，它就是一个随机的生成，那我就是一个随机的这个个人。那我希望的是许多个八丢草，什么八丢花可以出来。那这个是一个动机。那还有，对，我就觉得如果可以匿名的话，当然希望一直的匿名下去，因为对，还是出于安全问题的考虑。那当时我也关注一些国内的艺术家的生存的状况，首当其冲就是老艾被这个消失嘛，他这个也不算逮捕了，秘密失踪，然后被关了80多天出来，包括当时同时期的还有许多。我记得有一个艺术家画64的，然后他也是被当局抓了。那有不少的例子我看到了，那我就想，其实从我的祖辈来讲，艺术就不是法外之地，那现在更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匿名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那当然也有一些inspiration，比如说来自于英国艺术家 Banksy 其实匿名本身它也对于你的这个 brand 有一个魅力的加持吧。然后一个神秘艺术家不露脸，我们都想知道他是谁。所以在诸多因素的考虑之下，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而且还有一个可能，是不是就因为你是匿名，反而就是你的作品会先于你的脸出去，就是可能大家会因为你的作品记住你。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是赋予八丢草意义嘛。是一个借用白纸运动的说法，这是赋予白纸意义嘛？那就是赋予一个非常随机组成的名字，一个艺术家的定义或者他的作品。对，哪张画的影响力让你觉得你真的可能或者叫成了嘛？我们说艺术家，你有作品让人记住了，产生影响力的，产生 impact，你觉得是哪一种作品？我觉得有2个角度，一个是北京官方承认的角度，一个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的角度。我觉得从北京官方承认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当年在中国有5位女权主义者，他们因为他们的社会运动被抓了，大拖他们。对，然后我就做了他们的肖像，然后放到网上。放到网上之后呢，这一系列的画被 Amnesty International 大赦国际所采用作为一个紧急的这个为他们的宣传，然后这个画也被一些主要的媒体像 BBC 引用了。然后在那个之后呢，是我第一次受到集中性的在网上的这种harassment 骚扰，或者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跨国镇压的行动。当时出现情况就是我的推特被海量的引用还有回复。那回复的东西都是一些他们在平时点点滴滴我所上传的我的生活的碎片比如说他们知道我在澳大利亚，比如说他们知道我是读这个幼儿教育的比如说他们知道我是上海的。那这一些
可能我平时不经意流露的生活的信息，其实一直有人在观察，并且笼统的这个罗织起来，然后在这个他们知道真相之上的编织了一些非常狂野的故事啊。他们当时就写了一个故事说，八头草他是在中国就是做幼教。然后他是一个 pedophile， 他是一个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性侵犯，然后他因为这个东窗事发逃到了澳大利亚躲避惩罚，所以呢他对中国有一种仇恨，所以他画了这些画，那当然你看这个文章，我现在好像可以把它当一个笑谈来说，但是真正恐怖的点就在于，哎，这是一个谎言，但是它有部分是建筑在我不小心遗漏的真实身份的碎片之上的，所以说，我并没有在一个暗角里面躲得非常安全，我早就在他们的这个scope 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视野之下了，他们没有发作，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影响力还不够大，或者他们还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行动。那个之后，我可能就会更加小心。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匿名这个事儿就是早晚的事儿了，他总有一天要东窗事发的。那么说另外一块就是我可能自己比较认可的作品，我觉得我最比较自豪的一个作品就是在刘晓波逝世的前后，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线条画的。因为当时的契机是这样，因为小波在住院之后呢，他留下去看他，然后有一张他和刘霞的照片，是当时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各种地方疯传，然后也很神奇，因为他好像我记得有被允许存在可能1天甚至到2天的时间，然后审查机器加入了，这张照片被消失了。那我有一个非常直觉的冲动，就是说我要通过怎样一个形式让这个照片的印象去存活下去。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做复杂，不要做很写实的东西，就拿一个最抽象的，刘晓波身上那个病号服的线条，以及刘霞穿的那个非常有生命力的橘红色的色块，去表达他们。其实我觉得也很幸运，就是公众可能 pick up 选择了这个图片去作为这个照片的印象或者记忆的延续然后这个图片之后也被许多比较大的媒体所引用。当然报道就是说网上有一些 dissident art 的艺术对于这个刘晓波的纪念也好，或者说是对他健康的关注也好。那在刘晓波逝世之后呢，我是把这个漫画做了一个放大，大概是真人的尺寸，然后把它贴到了墨尔本非常著名的涂鸦像叫 Halsey Lane。那当然那个不是我第一次做 street art，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尝试。因为我一直不确定墨尔本有多少人跟我一样的价值观，或者跟我获悉的这种信息的渠道相关，所以我那天就把那幅画贴那儿了，然后我去不远处的花店买了一束花，我就放在了这个街头涂鸦的下面。第二天我再去的时候，我已经发现这幅画的下面铺满了花，变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还有蜡烛，还有别人带来的卡片。那这个完全是自发的，就是我甚至没有做一些网上的宣传，所以从我内心来讲，我觉得第一次我的作品是在 physically 物理意义上的改变了一个城市的一角，然后它成为了别人可以去的一个纪念刘晓波的地方。我觉得从我来讲，我非常非常的自豪就做了这个很简单的艺术品。当然我也觉得整个的方式从一个网上的漫画，然后到媒体的宣传，然后再到这个实地的成为一个 memorial site， 那这个life circle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等于是把它打通了，用一件作品。
而且你会发现，哦，原来好多人就他们还是在的，就是也可能是匿名的方式，但在某一个点，大家都会被点燃，或者会被刺激到，或者是做一点小小的努力来表达一种纪念或者一种表达吧，纯粹表达本身。然后其实这件事还没完，就做完这个之后呢，我把整个的资料包上传到一个网络硬盘，我就说我在墨尔本做的这件事情，因为后来新闻也出来了，那刘晓波必须接受海葬，中国官方的目的就在于不要让他有一个人可以去纪念的地方，对吧？但是我觉得墨尔本的这个尝试可以成为一个临时的这种哀思的寄所，那我就鼓励网友说 ，OK， 我在墨尔本做了这件事情，我现在你可以达到这套文件，我告诉你怎么做胶水，我告诉你怎么做这个海报的张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做，那然后其实也得到了推特上的网友的巨大的响应，那最后是在7、8个城市都有相同的这个涂鸦的出现，对，这个太棒了，所以这其实已经就把你的艺术变成了一种装置艺术。对。已经是开始做装置艺术了，不仅仅是漫画了，是吧？对，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以不同的形式去展现，而且它是一个对公众开放的东西。其实我对艺术或者当代艺术，我一直觉得有一个诟病，就是它这个东西在象牙塔里面离公众太远了所谓的观念艺术，所谓的这个 high art 高级艺术，但是我从来不想做那个样子的东西。我觉得艺术是要归于大众，是应该被大众所理解和认同的。你那个作品就是关于小波那个作品，给我的印象也特别特别深。我现在想想，这个就是它存活在人的记忆里，然后它把一个事件给赋予了一个更高的意义，这可能也是艺术本身的，你们可能追求的东西，是吧？对。那北京开始注意到你了，到你后来17年到香港，然后做一个展览，然后被注意到，这个中间有什么故事吗？还是说就是到那儿了？你不停的在酝酿这个被注意，然后被升级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有一点猫鼠游戏的意思，就是当他开始关注你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关注你。就会一直会有不停的这种骚扰的东西进来，那么其实对18年有很多事情发生嘛。18年的时候，有一个澳大利亚的 filmmaker 这个纪录片的导演找到我，然后他想拍一个纪录片关于我的生活和艺术。那其实我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所以我对电影本身有非常浓厚的兴趣，然后也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这个对于它的检索还有认证的过程。那我得知道它是一个可靠的，它跟中国没有关系的。最后我们达成了对于彼此之间的信任，然后开始拍摄这个纪录片。那当时也有许多的困难，因为你想。其实纪录片的框架往往是一个所谓的 master interview， 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和这个被受访者的一个非常长的深入的对答，然后在这个对答之间会穿插一些片段也好，或者历史的这种记录也好，但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 master interview， 因为我没有办法露脸。其实像我们现在除了 podcast 我们还可以有视觉的东西，我觉得观众看到你的脸，看到你的表情，才能体会你这个人的真实性，然后艺术片的灵魂也就是这个真实性。但是很显然这个真实性我没有办法去通过我的五官去展现，因为我不要露脸，我害怕露脸对，所以我们就得想非常多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通过怎么样拍摄方式可以不照我的脸庞，我们经过很多的讨论，这个角度可以要完全在背部，然后你得找一个角度，不照到我的手，然后不暴露我的这个指纹的信息，然后我的声音怎么办？我们得去找一个演员去 act my voice， 去演绎我的声音。那当我的声音都不能表达的时候，那就又拿掉了一层这个真实性，所以有非常多的这种困难。然后又是同一年18年的时候，我从澳大利亚一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去了一家正式的美术学院，
去学习，但是那个学习的经历，我觉得有一点失望，因为学校对于整个政治艺术的这种理解或者说是实践都非常陌生。那我觉得尽管我 I supposed to be in the place know me very well， 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熟悉我的这样一种类似于家庭的环境，学术家庭的环境，但是其实没有，反而是有种疏离感。那我就觉得，哎呀，我在澳大利亚，我到底在干嘛？我就非常想离开。所以18年的时候呢，我又跟老艾在网上有一些交流。那之前其实我也一直是会请教他，那他也对普通的推友啊或者网友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那在来去交流之间呢，我就提出了，其实我很想到世界上去看一看，我希望能够，如果你的工作室需要助手或者需要一个人工作的话，我非常愿意加入。最后也是如我所愿，可以到柏林去那边工作。那么同时我又在拍那个纪录片，所以又对那个纪录片有一个挑战，就本来是一个澳洲国内的纪录片，那现在又有变成一个国际化的东西了，那我们又要对，所以许多事情在那一年发生，然后尾声的时候，可能这个高潮就是我要在香港做一个首次的这个个人展览，等于是一个国际性的个人展览。那个展览呢，也是跟香港的媒体合作的，Hong Kong Free Press 是一个香港的非常受大家尊重的一个英语的媒体。那他们当时应该是举办一个类似于像 Freedom Festival 自由节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里面可能会有不同的项目，那我的展览就是其中一个项目。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18年的香港其实是在这个一个临界点吧。然后我觉得鬼使神差的，我也被卷入到了这个临界点里面。因为当时我们其实邀请了非常有趣的人来参加开幕式，比如说Joshua Wong，他会来，然后那个是 Pussy Riot， 就是那个俄罗斯的一个朋克乐队，专门针对这个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这种保守主义还有普京的，他们也在香港做一个表演，那么都合在那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又邀请了他们来参加展览。包括我当时想我要不要自己去最后可能在展览布展的时候呢，我问了一些在澳大利亚的朋友，有一些是在政府里面做这个参谋的，或者说是比较熟悉中国事务的朋友，他们觉得我去香港的这个风险太大了，因为基于这一切之前受到骚扰事件综合起来，那后来其实我是没有决定要去，但是即便是这样，就是在展览开幕3天以前，我突然接到我的家人的来电，说，他们被中国的警察带到了这个上海的警察局，那么他们知道我是谁，知道我做什么，知道我要开香港的展览，然后消息很明确，就说你必须把这个展览取消掉，并且不要再做这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不然的话，反正就是我们会对你不客气。这个是展览前的第3天，那其实当时我没有回应，我想看看这个事情继续会怎么发酵。然后到了第2天，一个不同的亲戚又被带到了这个警察局，同样的事情。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上海警察其实是，在我的家庭里面一个一个的找人，看看谁能够真正的联系到我，看看哪个人我在乎最多，然后去对我施加影响力。并且有一个新的信息，就是上海的国保说，如果你选择在香港继续开这个展览，那我们会派警察到香港去。这个消息除了对我来说是一个雪上加霜的问题，对于整个香港的筹办方，比如说 Hong Kong Free Press， 比如说帮助我策展的人，还有一些其他的 NGO，
对于他们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因为那个是2018年，那个距离National Security Law 这个国安法还有很长的时间。他们在他们的印象里面，如果说中国的国安或者国保跑到香港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那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威胁。所以最后在一个大家的商议之下，我们决定，可能面对的风险太高了。对我来讲，对我的家人来讲，也包括所有在香港帮助我的朋友来说，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所以那个展览就取消了。那当然，作为我的艺术家生涯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打击。因为你可以想象我花了多少时间，然后有多少精力，包括有这个经济方面的投入，还有很多的作品，他们都其实到香港了，已经在这个展览的地方布置好了。但这一切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并且有一个更大的苦果子，就是这个八丢草的这层面纱已经被揭开了。很显然，中国的警方是对我知根知底，不但知道我户口本上的所有的人，